大家好，本期比特币视频来聊一聊期货100x需要注意什么，或者2023年天天唱多比特币。希望朋友们 all in 坚定做多比特币，或者是100x彩票娱乐做多。包括 Discord 群免费的小组 26.6K 也是通知朋友们做多，止损 26.4K 没有触发哦。然后经常有朋友问到，持有1年的资金费率需要多少？比如我100x大约3个比特币的头寸，1年资金费率很少，差不多就0.3个比特币。那等下来分享几张图表里面的知识。如果你喜欢本视频，感谢点赞、订阅、小铃铛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群，上面有我免费分享的交易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或者是2023年的8月份，当时比特币跌到 25K， 我是感觉这个位置跌不下去啊，希望朋友们可以100x。后面是在这个位置群里面，就是在这个低点 26.6K 的位置通知了一笔做多的建议，我是在这个位置开了一个100x，或者是后面 26.4K 最终也没有跌破，没有止损啊。然后因为有了100x的交易经验，或者是我想给大家提一点建议啊，就是如果是资产大的朋友，我的建议是不要去100x，因为开不了几个。经常有朋友问到，一个比特币那能不能开100个的比特币？我的观点是不能啊。你可以看一下好多交易所，基本上比如说 OKX 的，好像只能开3到不到10个的比特币啊。所以也是在这边跟朋友们建议，如果你资产大的，我的观点是尽量不要动不动100x，因为分分钟有可能就会爆仓。它如果你做多100x，跌不到1%，有可能就会爆仓啊。或者是资产小的朋友，我的观点是要做多也是尽量等机会。我们是在计划100x，不是说天天在这边动不动进场去100x。当然100x我还有一个观点是，如果没有经常交易的朋友，一定要记住，每天拿几十 U 或者是100 U 去练习操作，练习怎么止损。因为我们来看一下2023年的8月份，当时过来的经验啊，就是那一天这一根比特币 K 线崩盘的时候，价格当时是跌到 24K 附近，然后半夜醒来是有看到 24K 的价格，也是在那边100x操作，但是操作速度慢了，最终 24K 涨到 25K， 都已经快来到 25K 左右的时候，开单就来不及了。所以包括现在或者是经常 Discord 社群上面也是有一些朋友私信我，或者是问的都是一些基础的问题。我的观点是，如果你不懂期货，或者是尽量建议少碰期货，但是要操作，我的观点是每天最好是拿几十 U 或者是100 U， 每天去练习操作，不是为了赚钱，而是为了练习止损。你每天练一笔，让它自动止损，练习自己的计算和操作的速度啊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或者是目前比特币的盘整，昨天又下跌了。不然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啊，还是一样，尽量观察，就是 59K 到 69K 的这个区间的支撑不能跌破。它如果跌破，那有可能这个 56K 的低点就不是低点啊。或者是目前的形态，有朋友问到底是三角形态还是旗形的形态，也可以看成一个旗形的形态。至于下一步100x的买点，那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日线的 RSI 指标。RSI 指标一般牛市的结构，如果有接近30的位置，有可能会是买点。但是还有一个买点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比如之前 25K 下跌的低点，我们可以留意一下，它这个 RSI 指标也是都已经来到20的这个位置，有可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买点。或者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后面这个低点，把这个低点给跌破。日线里面一般牛市如果有看到比特币的价格在创低点，但是这个 RSI 指标它是在走高背离的结构，那有可能100x做多的点位就像这个位置。或者是如果资产大的话，我的观点是尽量不要那么高倍啊，10倍我感觉相对比较舒服啊，因为再跌下去它很难跌 10%让我们爆仓啊。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022年10月份当时的低点，或者是这个位置当时硅谷银行崩盘的点位，它也是一个买点。RSI 指标来到30附近，或者是大跌的低点，只要判断是牛市的结构，就应该大胆的去买或者是抄底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2022年的10月份也是一样，
比特币当时 FTX 交易所崩盘的时候 ，RSI 指标也是来到30下方，或者是这个位置大约是24，有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买点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很多朋友也是在讲，日线有看到背离的时候，有可能才会是下一步再做多的买点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这个位置，就是这个低点比这个低点低啊，价格创低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一下 RSI 指标，只要它没有创低，呈上升的一个结构背离的位置，那有可能像 15K 的做多的多单，也是在当时底部的位置，在这个位置做多了一笔10倍的，或者是其实底部之前包括 20K 有买入的，也不是全部买在这个最低点啊，包括现货，大部分的现货都是在 19K 到 18K， 或者是后面 15K 也是继续买。然后后面比特币一路上涨，2023年只要有资金或者是有一些收入，基本上有涨的话，后面有压回都是继续买，包括当时这个位置压回也是继续买，或者是后面这个位置有一笔$45,000附近，有资金也是继续买。但是最近还有的一些收入或者是资金，为什么不买了？有一点，它现在是在盘整的话，也判断不出来到底会不会马上继续涨。最担心的就是万一这一个盘整它挖坑了，那有可能挖坑的位置，到时候看要不要继续买。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还有一点哦，之前也是有跟大家讲过，我们观察月线的这个 KD 指标，指标低档的位置，4年的时间，19年的 KD 来到20下方的低档，底部的位置或者是上涨随便买，底部的位置买，然后 KD 在20下方，底部的位置随便买。那现在 KD 来到高点的位置，买个锤子啊！这么高的位置，最近又在死叉，要买的话，或者是要买现货，我的观点是，你如果还有资金，或者是新进场的朋友，一大堆的资金，那我的观点是你不能空仓啊，因为我的观点是，后面比特币肯定还有这种抛物线的上涨，目前有可能是在盘整，万一它在这个位置不下跌了，直接在抛物线的上涨，你如果有资金，我的观点是不能空仓。但是要继续做多，或者是大笔的资金进场去做多，或者是想着哇，明天可能要开飞机，或者是后天可能要去买游艇，那我的观点是，这种位置指标在高档做多，做个锤子啊，要大量的进场，或者是只能少量，你要操作的话，娱乐，或者是练习自己的操作经验啊。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历史上，如果比特币一波牛市，之前有讲过，一般底部起来之后金叉，它有一次实叉，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位置高点到这个位置，可是跌了50%哦。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的这个位置，也是一样，底部去买，然后涨到这个高点的位置，它有一个实叉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它这个高点到这个高点是跌了40%啊，所以15年的一个实叉下来跌了40%，或者是2019年的实叉，这个位置我们直接画一下吧，从高点到低点，还没有遇到黑天鹅事件啊，就是没有疫情之前，高点到低点跌了50%。那现在死亡交叉会不会是马上是买点？我是希望这个位置60K 不要破下去。如果是我还有大量的资金，我的观点是，我们可以看一下高点到这个位置跌了20%啊，还是要小心点啊，因为你既然是期货在做多，要大笔的资金去做多。跌个10%，你要考虑这种风险啊。那万一爆仓呢？可能一辈子都不能翻身。我的观点是，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风险。孙子兵法的一句话：“昔之上战者，先为不可赦。”最后，感谢大家收看，订阅我们。